这个金发嫂子正在换衣服，但她丝毫没注意到窗外有一双色眯眯的眼睛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她。I was just looking, pretty. What's that old chestnut? I can look at the menu. Doesn't mean I'm gonna eat. We get in, we get the money, we get out. That's it. No, absolutely. 嫂子打死也不会想到，自己家车库的地下居然还藏着囚犯们30年前匿藏的500万巨款。越狱小团队之所以掐他们家电表，正是为了伪装成维修工混进去偷走这500万。但嫂子似乎对他们健硕的肌肉异常迷恋，一会儿进来打探维修进度，一会儿过来端茶递水，搞得几名越狱犯完全不能好好干活。T-Bag 自告奋勇过去陪聊，吸引他的注意力，但当看见嫂子风韵犹存的身材 ，T-Bag 的眼神片刻都不想离开。他努力掩饰着自己内心的欲望，而嫂子完全没意识到身边正坐着一个十恶不赦的强奸犯。Join me. Just 2 fingers. 不得不佩服 T-Bag 的撩妹技术，他们从诗词歌赋聊到了人文哲学。正当 T-Bag 以为自己快要得手的时候，嫂子的一番话却让他的心凉到了骨子里去。You know that big guy, the strong guy that doesn't speak much. Would you go in there and ask him if he would like to have a drink with me after he punches out? Please. 原来嫂子看上的是强壮的林肯 ，T-Bag 的自尊心受到强烈的打击。他看了看桌上的冰锥，标志性的上下摆动着口中的舌头。而麦克等人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成功挖到地窖的一角，只要扩大面积就能拿到藏在里面的钱。正当众人看到希望的时候，小毛贼却告诉他们，先前拿工具时出了意外，所以匆忙之下忘了给汽车加油。麦克一听，火冒三丈。I want you to go back into town. I want you to gas up that car. Because I'm not driving around with millions of dollars in the trunk. Do you understand? Man, why do I got to do it? 但小毛贼毕竟还是太年轻，出来加了油，眼神闪闪躲躲，是个傻子都能看出来这人有问题。工作人员立即报警，并故意拖延时间等警察赶来。小毛贼发现一旁没有挂掉的电话，又看了看头顶8名通缉犯的画像，立即反应过来，仓皇逃命。然而一切已经来不及了，警察在后面穷追不舍。追到一处农场时，马红猛然开枪，吓得小毛贼赶紧举手投降。Put your hands behind your head and drop to your knees. Oh, God. Drop! Where are they? Where are they? 这边一群人挖了半天，终于察觉到不对劲，怎么楼上一点动静都没有？不会是 T-Bag 对人下了毒手吧？麦克赶紧上楼，闯入了房间。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up here? I'm sorry, Jeanette. Just didn't see you downstairs. I heard something. I apologize for it. But she's got the hots for the big, strong one. 好在并没有出什么意外，然而下一秒嫂子就阴沉着脸让他们收拾东西马上离开，剩下的活也不让他们干了。看这情况，肯定是吃醋的 T-Bag 激怒了金发嫂子。纵使麦克好说歹说，嫂子还是铁了心让他们离开。可就在此时，门口突然走来一个警察，情急之下 T-Bag 原形毕露，立马拿出铁锤制住金发嫂子。Stay there, stay there. Hey, Mom, you home? 原来此人正是金发嫂子的女儿。当她看见地上散落的冰块，立马意识到不对劲，她急忙掏出枪，小心翼翼地走上了楼。正在此时，金发嫂子大叫一声，女儿立马举起枪对准了麦克二人。It's okay. It's okay. Back away and put your hands up. Just go easy. Oh, nothing. She ain't the one carrying the cards here. Back away and put your hands up. Put my hand up. I'll take a jugular with it. I don't want anyone to do anything stupid, okay? Don't move. Let's be civil. 危机总算解除，几人将母女俩绑了起来。担心 T-Bag 杀人灭口，麦克让苏克雷在上面好好看着他们。剩下的几人再次折返回去挖钱。由于 T-Bag 断了一只手，不能帮忙一起挖地窖，他在旁边一边翻着杂志，一边调侃黑人本杰明。Hey, it's a $100 bill. What's it like being with the African persuasion anyhow? Well, shut the hell up. Don't hit me a nerve.
这么贱的要求，本杰明这辈子都没见过。他站起来就要揍这个欠扁的家伙。可就在此时，林肯在电视上看见儿子被无罪释放的消息，但他不知道这其实是政府放出来的诱饵，目的正是为了引出林肯。果然不出所料，头脑简单的林肯不听麦克的劝阻，放下铁锹就开着金发嫂子的跑车去接儿子，想要带着他一起出国。而另一边的审讯室内，马洪意图从小毛贼这里套出麦克等人的行踪，但小毛贼死活不松口，直到马洪拿出 T-Bag 杀死兽医的照片，他的心理防线这才一点点被击溃。小毛贼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人，只是误偷了一张棒球卡才锒铛入狱，估计是不想看到 T-Bag 继续杀人，所以决定透露出挖掘地点。但他有一个要求，屋里面有人质，如果警察贸然行动的话， T-Bag 这种杀人狂肯定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最好的办法是由他先出面。马洪一听也有道理，于是集齐全部警力，带着小毛贼一起过去抓人。然而门一打开，出来的却是一个短发妹，而此人正是小毛贼的女朋友。原来小毛贼以前在监狱做了太多告密的事，所以一直被越狱团队的人看不起。现在的他打死也不会再做告密的事，他想趁这个机会向女朋友表白，希望对方能等自己从监狱堂堂正正的出来。可话还没说完，警方就直接将其带走。马洪更是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极大的侮辱，我聪明一世，却被你一个二愣子给骗了。他将小毛贼带到一个无人的路边，然后嘣嘣几枪，直接了结了小毛贼的性命。他将另一支没有指纹的枪放在小毛贼手里，伪造对方试图抢枪，自己正当防卫的假象。这一刻，马洪的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而楼上的苏克雷从金发嫂子女儿的对讲机里，终于知道小毛贼被抓的消息。他急忙下楼通知众人赶紧离开。正在众人不知所措时，本杰明似乎发现了什么。Maybe you should. Maybe you should. Maybe we all should. 几个人万分兴奋，他们急忙装钱准备闪人。可就在此时，苏克雷却拿着女警的枪对准了其他3人。Drop the bag. No one's going anywhere. 万万没想到，一向老实憨厚的苏克雷竟然想独吞这笔钱，众人欲哭无泪，只能将装满钱的旅行袋递了过去。看着苏克雷背着钱离去，剩余3人想死的心都有了，特别是躲在墙角的 T-Bag。但眼下待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麦克急忙上楼，将一把刀递到金发嫂子的手里，让她慢慢将绳子磨开。等他们走远，金发嫂子自然也就获救了。他还拿了一根绳子，准备将杀千刀的 T-Bag 绑起来留给警察。可回到仓库才发现，这小子早已不见了踪影。Come on, man. Look, I gotta go. All right. Good luck. 麦克又返回楼上，拿走了女警的对讲机，然后火急火燎地向树林里跑去。然而就在此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Adios, amigos. What? Too much? You're great. This thing is freaking heavy, dude. Won't be. I'm gonna split it up 3 ways. Me, you, and Lincoln. 4. We gotta send a share to Charles's daughter with her father's love, just like I promised. 原来独吞戏码是2人早已设计好的，可就在苏克雷打开钱袋的时候，2人顿时傻眼了，里面装着的是一满袋的杂志，而真正的钱早已被 T-Bag 拿走了。原来他当时在看杂志的时候就想好了要独吞这笔钱，给苏克雷的旅行袋正是那个放着杂志的包裹。趁他人不在身边，他偷偷抄起钱，立马离开，然后买了一辆2手车，奔向了未来灿烂的人生。I like the way you go.